最容易反复去的邮轮航线——全年阳光海滩，是我们住在北美居民的后花园。今天又要跟大家聊一聊加勒比海。你可能说我已经去过加勒比海了，请你相信你这一辈子一定还会再去加勒比海搭邮轮。光是今年2025年行走加勒比海航线的航次就有超过3100个，所有你叫得上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邮轮公司都在这个海域有它自己固定的航线。也有认为加勒比海航线是最容易踩坑的邮轮航线。你又来啦 Hello， 又来啦。加勒比海的邮轮航线是最多邮轮旅行初体验群体最有可能会选择到的航线。一年365天，全年无休，看似好像很简单，正因为它的航线众多，选择众多，往往成为很多人很难做决定的邮轮航线。如果你不是花很多的时间深入的去研究，选择到了那个真正适合你的加勒比海邮轮和邮轮航线的话，也有认为加勒比海航线是最容易踩坑的邮轮航线。今天视频的最后还会有温馨提示，关于全年无休的加勒比海邮轮航线，哪一个季节是最容易踩坑的呢？那哪一个加勒比海邮轮季节是最容易捡到物超所值的邮轮船票呢？记得看到最后哦。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已有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已有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啦、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已有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已有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已有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那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加勒比海的具体位置。那你知道加勒比海邮轮航线会由哪一些部分组成呢？通常的情况下，邮轮公司喜欢把加勒比海分成东加勒比海、西加勒比海和南加勒比海。从邮轮公司描述的航线上看到区分，比如说加勒比巴哈马航线，比如说加勒比百慕大航线和加勒比墨西哥航线。那EO就在地图上教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区分刚刚说的这一些航线，方便你接下来可以更容易的识别和安排你下一个加勒比海的邮轮旅行。西加勒比海它位于北美洲和中美洲之间，涵盖了许多令人心动的旅行目的地，包括了墨西哥的 Cozumel、牙买加的 Montego Bay、布里斯城 Belize City、洪都拉斯的 Roatán， 还有非常著名的开曼群岛 Grand Cayman。墨西哥湾的 Cozumel 拥有着世界第2大珊瑚礁系统，仅次于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它拥有壮观的海洋生态和丰富的珊瑚品种而闻名，是浮潜和深潜爱好者的天堂。Belize 贝里斯城的热带雨林和洞穴漂流活动更是为了冒险者而量身打造。另外又有一个特别推荐，就是与魔鬼鱼同游的特殊体验，哪怕你是不会游泳的旱鸭子。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看到的西加勒比海的航线图是这样和这样的，通常是围绕一圈古巴，但是并不停靠它，或者是在古巴的西岸的海域航行。东加勒比海则是位于加勒比海的东北部，以迷人的小安德烈斯群岛为主要的范围，包括了 St. Thomas、St. Martin、安提瓜、多美尼克，还有著名的波多黎各的 St. Juan。同时 St. Juan 也是东加勒比海的重要母港，是通往加勒比群岛的理想出发地。这一片区域融合了法国、荷兰、英国的殖民文化，拥有着丰富多样的自然和历史景点。东加勒比海以美丽的海滩和火山地形著称，多美尼克的热带雨林和温泉湖则是吸引了喜爱探险的游客。 St. Martin 则是著名的一岛两国，法国区域的部分以浪漫和美食著称，荷兰的区域呢则是免税的购物乐园。通常我们会看到邮轮公司的航线安排是这样和这样的。同样，我们以古巴为界限，航线往往是沿着古巴的东侧南行。
南加勒比海的岛屿多数位于加勒比海的东南部，接近南美洲的海岸线，通常它的航线比其他的加勒比海地区的航程要更长，适合喜欢更深度探险的邮轮乘客。南加勒比海停靠的港口以壮观的自然景观、火山地貌、宁静的海滩而闻名，不少的邮轮航线是可以把南加勒比海和巴拿马运河在同一个旅行中完成的。通常南加勒比海的邮轮航线会停靠例如 Curacao、Aruba、Bonaire、Granada、St. Lucia、St. Kitts 和著名的 Barbados。在享受阳光海滩的同时，当地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也让你流连忘返。无论是西加勒比海、东加勒比海还是南加勒比海，你会发现这些航线中巴哈马群岛出现的概率非常非常的高。巴哈马是一个由700多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很多邮轮公司的私家岛都设立在巴哈马，其中不乏一些非常有趣的小岛。小猪岛是最受欢迎的亮点之一，这里生活着一群友善的野生小猪，游客可以在清澈的海水中与它们一起游泳玩耍，享受非常奇妙的互动。巴哈马还拥有壮观的蓝洞，这些天然的水下洞穴拥有壮丽的地质结构和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是潜水爱好者们的天堂。很多邮轮公司推出短程的巴哈马邮轮航线，通常就2-3天，价格非常非常的亲民，享受阳光海滩但是又没什么假期的年轻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很多人了解到，加勒比海邮轮航线通常是通过那些邮轮公司官方的宣传，因为邮轮界的世界之最往往会停留在加勒比海邮轮这个航线中来运营。通常行走加勒比海航线的邮轮的起始母港都在佛罗里达州的沿线，而佛罗里达这么一小块地方，成为了全世界绝大部分著名邮轮公司的总部的所在地。而现今绝大部分的邮轮都是在欧洲制造的，而顺理成章的这些邮轮制造完毕之后，只要跨越大西洋就能够来到加勒比海。而各大邮轮公司早就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论你是第一次搭邮轮，还是已经搭了很多次邮轮，总之爱搭邮轮的你这一辈子绝对不可能只去一次加勒比海。现今邮轮越造越大，分分钟一条邮轮5-6千个乘客，而正是以上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加勒比海沿线特别是母港城市在邮轮运营这个方面已经做到了全世界最高等级的级别。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大、全世界最高科技、全世界最新潮、最漂亮的邮轮母港 terminal 都坐落在佛罗里达州的沿线。EO曾经在视频中也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全世界最大最新、最老最旧、最破最小、最高级和最的邮轮也都在走加勒比海航线。而针对邮轮航线来说，那些走10几20天加勒比海的邮轮航线你可以找得到，最少的只走1-2天、2-3天的加勒比海邮轮航线你也能够分分钟选择得到。而这个市场给我们乘客准备了这么丰富的资源的情况下，真正对全世界出发的乘客来说，真正可以做到说走就走的邮轮旅行，似乎你永远都不需要紧张船票是不是买得到这个问题。有很多来找EO特别咨询如何去选择加勒比海邮轮航线的观众，通常的情况下EO就会提醒他2点哦。第一，就是最容易踩坑的加勒比海邮轮季节了，因为天时地利的关系，很多选择加勒比海邮轮旅行的通常都是一家大小全家邮轮旅行。在 family trip 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小朋友们，而小朋友们一年中就放这几个假，其中最长的假期就是暑假7-8月份。而EO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7-8月份往往你刚好赶上了 hurricane season， 就是经常会光顾加勒比海沿线城市和岛屿的飓风季。而各大邮轮公司都非常清楚这个天气的劣势。如果你正在比较7-8月份暑假期间的加勒比海邮轮航线的价格的话，为什么8月份的船票价格会比7月份
便宜不少呢？问题正在于暑假期间的8月份，在往年的历史中，它遇到飓风季节的可能性更高那么一点点。那你会不会因为价格上的优势陪邮轮公司一起赌一把呢？又在曾经说晕船的那一集中有跟大家讲过，如果你是害怕遇到风浪、害怕晕船的话，你可能要选择更新款的邮轮，因为更新款、更高科技的邮轮，通常它可以预测未来风球走向的能力也更准确。大部分情况下，邮轮公司会选择的不是停航，而是避风。如果你在飓风季节遇到邮轮公司随时更改它邮轮航线的话，千万也不要觉得奇怪咯。还是觉得如果你可以避开飓风季节去加勒比海的话，那还是避开吧，因为机票和船票的成本讲句真心话也并不低。而最重要的是，扫了小朋友的兴，那你下一次就很难再拉他出去和你一起旅行咯。要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如果你出游的时间比较 flexible 什么季节的加勒比海你可以捡到物超所值的邮轮船票。在整个加勒比海的海域，这些船他们各有他们自己的任务，当然有一年四季常年留在加勒比海只走加勒比海的航线，还有很大一部分的邮轮他们的任务可不单单只是走加勒比海沿线哦。每一年的4月份到11月份之间，这个时候是欧洲航线的旺季，而这一些本来在走加勒比海的船就要在4月份跨过大西洋去到欧洲走他们欧洲的航线。我们来掰手指头数一下，4、5、6、7、8、9、10，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加勒比海突然之间少了很多很多的船，意思就是说他们少了很多很多的竞争对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有没有必要做一些比较离谱的降价呢？听懂了没有？让我们再反过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当欧洲邮轮季节结束的时候，绝大部分在欧洲走的北美大公司的大邮轮、新邮轮，他们不愿意在天气不好的时候还留在欧洲航线，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反过来跨越大西洋回到加勒比海邮轮这个海域了。好，突然之间竞争对手们都回来了之后，他们之间不就要开始抢客人？如果是同样等级很难做选择的那一些邮轮，是不是他们除了打价格战就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了呢？所以记住，除了欧洲季节以外的那些加勒比海的邮轮季节，是你最容易能够捡到物超所值的船票的季节。当然了，圣诞、新年、春假肯定是不包括在这个范畴里面的。和又来咨询加勒比海邮轮航线的还有好多是曾经已经搭过加勒比海邮轮航线，特别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去选择那些全世界最新、全世界最大，而他们积累了很多邮轮旅行经验之后，又不想飞得很远去搭邮轮，就想静静的找一个阳光海滩好好的舒服的享受一下的情况下，就会推荐他们，这是一个好机会，搭一下你心目当中一直很想搭，但是碍于它平时船票卖的好贵的那些高端邮轮品牌，往往在加勒比海海域它卖的价格特别的公道。同时如果你是有时间的话，而这正是非常好的机会，把加勒比海作为你的邮轮试验场，你可以在轻松无压力的上岸环境之下，好好的有足够时间的去享受那一条你曾经心心念念很久，一直碍于那个价钱你不想花那个大价钱把它买下来的那一些邮轮船票。而且因为他们的母港几乎都非常的靠近，还记得曾经有跟大家录过一集关于邮轮跳船的航线吗？真的可以安排一个时间搭好几个不同款式不同品牌的邮轮，非常有可能你只需要花费一份的邮轮预算，但是可以享受到多种不同的你心心念念的你向往已久的邮轮体验。关于加勒比海阳光海滩的邮轮旅行真的太多内容可以讲，请留意邮轮旅行活攻略的直播时间，可以细细为你分析。在这个视频底下留言，告诉你依然对加勒比海的那一些问题，
又会在直播间中为你一一解答。如果你懒得自己做功课，又想选择到最适合你、最适合你们全家的加勒比海邮轮航线和邮轮的话，欢迎跟友预约1对1的咨询时间，友很愿意做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好了，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